艳阳高照，上个视频下雨，现在又出太阳，这就是武汉的天气，一会儿热呀，一会儿冷啊，所以呢，房屋质量呢也就不大好，就容易造成漏水。这是我自己分析的，也不是什么土木工程啊学的，热胀冷缩嘛，是吧？那个材料啊就容易漏水，也是这个原因嘛。今天这个，我们家不装了一个那个锅炉吗？威能，德国威能的。前天跟我打电话说免费上门维修，因为马上要到冬天了，这夏天还没过，他就跟我关心我，说上门免费检修，好，各种检修报告啊，这报告都没给我出，反正这张条子给我的。然后呢，一番忽悠说我们家这个锅炉啊，积碳比较多，就是烧的那个上面啊有很多那个杂质，我们用了4年了吧，那个杂质我觉得还好，但是他说，有积碳要修，要清洗的话是680洗一次，就把里面的那个啥玩意儿，就烧的那个火的那个散热片啊什么玩意儿，肯定要做个清洗，600多洗一次。然后呢，他就跟我说现在有个什么活动，威能什么多少年呢？是75年还是100年？什么那个玩意儿，1000块钱1个月可以续保。如果买2年呢，还可以给我打个75折。然后我就买了一个，从24年的这个月到26年的这个月，花了1600吧。哎呀，我们不看，这有好多我的个人信息，免得我打码。这1600包含了2次刚才说的那个主机清洗，还有上门费也是免费的。然后呢，最主要还有个备件费也是免费的，赠送2次保养，赠送2次保养。我后来一算，2次清洗如果按它的市场价就是1200。然后呢，我这段时间4年吧，4年多使用过中，我觉得我那个炉子好像有点问题，那个水泵啊，好像感觉可能是因为水质的原因不太好。我们前年小区在搞20供水改造的时候，就是在使用燃气的时候，它会出现那个水泵不转，或者突然一转，然后它那个锅炉啊就咣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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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突然这种声音。我们家老婆就在炒菜，我在那边洗澡，就会出来，她吓得，她感觉那个锅炉要爆炸一样的感觉，喊我过去看。后来我在抖音上面看了一下，我说是里面的那个水泵有堵塞现象，我就用起子呀什么的。我记得我拍的那个视频没有分享过，那个没有，我不记得了，因为是前2年的事情了。我拆了后清洗，里面也发现很多黑的东西，然后装上去用螺丝刀拧呢，我感觉也不是那么的就像那么顺滑，感觉有点涩的感觉。然后我就问了一下这个泵如果坏了要多少钱，他说如果那个泵材料费就要1800，如果加上人工换的费用得2100。然后呢，我就看中这个了，1600 2年。如果在这2年期间，如果那个水泵要是坏了，这个备件也是免费的。想一想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，我就把它那个花了1600，买了个2年的安心吧，就相当于一个续保啊，续保。因为这个威能产品你买了就要保养，对不对？房子也是一样的嘛，所以今天还是讲房子。上一期视频也是讲了这个关于房子要买养老保险，对吧？当时也说过，养老保险那个费用也挺高的。我当时说过，是上海那边要是试运行的话，按照楼梯房和电梯房收费的标准是不同的。如果是那个步梯房的话，就是60块钱1平方，是吧？我跟大家算个账，我自己后来算了个账，我们这个房140，
乘上60，就是8400。哎，不对吧？这么贵，140乘上60，哦，对的，对，8400一年，8400啊！我养老，我猜测哈，我现在是在自己交社保，我估摸我要到了退休的年龄，我估摸着我自己给自己能够拿到养老的这个费用，我估摸着可能就是3500一个月，3500，因为我毕竟之前在企业里面交了20年的这个社保嘛。肯定会比那个一直交最低档的要可能会高一些，所以我觉得可能是3500。所以呢，如果我要是退休了，没有收入了，就靠养老费的话，我要拿出接近3个月的退休工资来养这个房子的养老费，这个房子的养老金，相当于我一年3个月就不能够不吃不喝，要把它省出来。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个事儿？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关心的这个收费的问题啊，养老金收费的问题，在这2天又出了新消息，就已经辟谣了。那个住建委说，网上这些像这种传播的这些信息啊是不正确的。之前我们买房子按总价的2%收的是维修基金啊，就是指定的。只能修我们这个小区的，自己交自己的那个钱的费用呢，是属于我们个人那个账户。而当时他所说的，在这段期间呢，政府要另外开展收一个叫那么公共账户，要把这个公共账户建起来啊，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养老，房屋养老金，就是这个公共账户里面的。当时我们是这样想的。现在推出就说你们理解错了，这个公共账户的钱呢是由政府想办法出啊，是我们自己想办法啊，政府自己想办法，他们通过其他的什么手段或者渠道没有说，那他就说不是由我们住户，尽量减少我们住户的这个压力和负担。还有一句话说不是直接由我们来付，我就不大清楚了。这个中国这个词语用词啊，特别是官方，我觉得应该都是非常谨慎的，是吧？他们那些写稿的那些秘书啊啥的，应该都是非常流的，应该会考虑的很周全的，要不然怎么会当那些国家的口舌的一个秘书呢？那为什么会让大家会有这种猜测、理解错误呢？我觉得那就是用词不当或者用词不准确，让大家有联想。包括这次他也说了，有人说，就是说的是不直接由住户出，那不直接，那是不是就代表的是间接呢？对不对？你直接就说不由住户出，不用出，和直接，我觉得理解那个意思应该都是不同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这个，我感觉就像那个去医院打针一样的啊，要打一个皮试啊，好了，皮试一打，有20分钟以后发现哇，身上有反应了啊，大家反应都很强烈，不行，换药啊，换一个说法了。我感觉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是试探吧。当然了，我希望它都是好的，就像我上个视频也说了，他出谋的各种政策呢，我相信他都是一个好意，但是我总觉得啊，有时候好意啊，就不用太怎么说呢？太关心我们了，我觉得。包括评论区也有人说，你看你都是算好的啦，你看美国那边，你看我们交多少税呀，然后包括修房子还是得自己出啊，那你这已经够幸福的啦。其实我也能够知道，有的发达国家收的房费啊，房产税啊都挺高的，养房子的成本也很高。我们不比，我只是觉得心里不平衡。你比如说买个东西是吧，是个商品，这房子是商品嘛，70年的肯定是商品。我们之前说好了的，
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来，你不要过一会儿你就变。我们好不容易买个房子，然后贷款，然后我们之前还交了契税，契税是2%啊，我记得这个房子是2%，是1.5吗？是2吧？1.5，然后又交了这个房屋建设费啊，维修基金是2%，这就去了3.5%了，总价里的3.5%。但是在之前我们不知道还要交一个房屋这个养老金呢，好不容易把房贷还完了，没写个多少年，10年，我们当时贷款贷的比较少，我当时用公积金贷的，你现在又要搞养老金了，那就像说我们自己养老金都还没搞明白，现在还给房子去交养老，而且房子养老你不知道交到什么时候，房子年限越长，你交的就越多，你不可能只是说交个40年50年就不交了，这个房子是70年的，或者70年以后就不交了，而且这个房子70年了，20年就出现这些质量问题，虽然这也不算是很大的质量问题，就是属于那种修补补嘛，这属于那种气候啊变化呀、热胀冷缩呀、材料这方面的一些变化，我们都能够理解，小修小补嘛，也是很正常的。但是你想想啊，就刚才如果那个谣传是真的啊，一个平方按60来收的话，我这个房子1年要交8000多，还不算了检查费，还包括保险费，是吧？再不算，那加上去的话，起码1万块钱，1年要1万。这个漏水，我有时候我都恨不得楼上不愿意修吗？物业也不愿意管吗？但是受害者还是我呀，这个楼上的跟他们没什么影响呀。物业他也不影响啊，影响是我呀，我每天看着这心烦呢。为什么今天又去谈这个事儿？就是心烦呢。我有时候恨不得就是说我来修，这个钱我来出，或者我跟楼上的一人出一半。我觉得我说一人出一半，他们都不愿意，那就全部我来出，好不好？我估摸着1万多块钱能够搞定吧，1万块钱起码能够保我搞完以后，起码可保个4、5年吧。对吧？4、5年后就不会再出现漏的情况，起码目前这个补的这个点是不会有问题了。但如果你要是交这个养老金，多交个养老金多出来的话，我就无形中我每年要多交8000多、8600，每年8000多或者1万，10年多少？这是20年，过了20年，在40年或者50年的时候，又有个什么玩意儿出来了嘞？就是没有安全感。对不对？就是说，政府是好心，我也知道你是好心，你好心，你出的那个钱，你是能够管我们这个小修小补吗？我一直在怀疑，我们有专项的维修基金取不出来，就是因为太繁琐，是吧？这上次都已经说过了，要取出来要什么？业委会同意，物业同意，住户签字2/3，再拿到。房产公司这个钱全在房产公司里面，这个钱就是由那些国家在管着的，这个房产公司不是国家在管着吗？国家管着集中管理，它可能放在银行里面，它还有利息，它还能投资，它还能把你的钱再怎么去投资给别人或者什么样子的，是吧？那个利息上我们都不管它，但问题是我们花了钱，我都不见得能够马上给我们自己维修。而如果像其他的那些发达国家说了，你们交了很多税，到时候坏了，出了什么质量问题，你们自己花钱去修，自己花钱去请来修，这个是你们自己给把控的。而我们现在是感觉钱放在这个大家长这儿，我感觉拿出来是非常难的。你说这1万块钱把它修好，拿不拿出来？为了自己有个好的体验，我也愿意花。但问题是，我要是这种机制，我每个月花这么多钱，大家都花这么多钱，因为大家都是这种都是非常自私的，人性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大家都交了钱，这个钱就由一个人管了，一个人管了以后，我说拿出来，别人不同意，那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，大家长他就说那个钱不能拿出来，你不能拿出来去修。那我交那么多钱有什么意义呢？
就像我这交了这个1600一样的，我交了这1600，对不对？我交1600，我起码能够保证我2年之内坏了有人管我，就是担心你现在多了一个房屋养老金之后，和之前我们交的房屋维修基金是一回事儿，还是拿不出来，还是很难，不说拿不出来，就是很难。而且现在这个之前这个物业呀，包括那些房屋维修这块接工程那些猫腻那些套路，我们也看太多了。你包括那个要收的什么检测费，这个检测费到最后还不是打包，最后给了个工程队嘛？你最后还是得找这个维修这一块的工程队嘛？检测、报价都算在里面去了，那钱还是得自己出啊！自己出起码知道钱花到实处了。如果把钱放在大池子里面去，我感觉就是丢水里面了，没有用到实处。这就是这2天为什么还在关心这个事儿的一个原因。所以一有这个事儿，我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儿，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哈？我感觉就真的是还是应该多聊，因为他这么快就推出了一个辟谣的一个新闻，那证明我们的这些上层领导呢，还是关注了我们大家的一些心声啊，不是说你想这么搞就怎么搞啊，我说搞就搞了，没有，他还是能够听到大家的心声的。所以我也希望把自己这个切身的一些想法表现出来，发表一下自己的声音。这个社会上面也不是说一直都是赞扬的声音，一直都听到的赞扬的声音的话，可能还不见得是对这个社会有一定的好处的。这问题是这关心到我们大家切身利益的事儿，这个商品是70年的，我们都不说70年就出现了这种漏水啊，这种质量问题啊，会不会应该找开发商去找他们去维修或者怎么样的？这当然估计也不做这个指望了，但是你现在又多了一笔要我们花钱的话，我们觉得肯定就不舒服了，是吧？现在已经辟谣了，不让我们直接出这笔钱，当然是好的，我希望是好的，我们拭目以待，一直会关注这样一个事儿的。只要不要我们出钱，要不然真养不起啊。